好，我是植村的丁丁，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还有植物的世界。那今天呢，要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白鹤玉怎么样照顾。那白鹤玉呢是一个超级好种，然后也超级容易开花，然后也非常适合新手种的一个植物。它除了很漂亮之外呢，它其实在照顾上也没有到非常的困难。那如果说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话呢，别忘了先帮我点个赞，然后分享，然后订阅这个频道。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就进入正题吧。OK， 白鹤玉的基本介绍呢，白鹤玉它的名字，中文名呢其实有很多中文名，像是白鹤玉啊，或者是一帆风顺，还有白掌。一帆风顺跟白掌呢，主要是大陆那边的用法。那台湾的话呢，你去花市主要是会看到它是写白鹤玉啊。一帆风顺的由来呢，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这边像帆船一样的这个样子，就像是一艘船的帆这样子，有一点寓意船开航一帆风顺这样子。另外，它的英文名的话呢是 Specify， 也叫 Peace Lily。Peace Lily 由来呢，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把这个白色的就开花的这个白色叶子举起来的话呢，有点像是在举白旗的感觉，所以大家说这样子是 Peace Lily， 是代表投降。不知道大家这样子有没有懂，就是像是在挥那个白旗的感觉。好，那讲完他们的名字呢，接下来讲一下他们的原生地。他们原生地其实是在中南美洲，然后还有东南亚靠近赤道那边的热带雨林里面。那它主要是在热带雨林的低层，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热带雨林上面其实是有高的树，然后中间也有一些攀藤类的植物呢会爬在那些树上，那它是最底层的。那其实你可以看它的生长的方式，它其实也是由土里面往上抽新的叶子，它不是会有气根，然后让它一直攀附树木往上爬的一种植物。那也可以想象那边的环境是潮湿的原因，是因为热带雨林里面，热带雨林有很多的雨嘛，很会下雨，然后那个年雨量大家知道可能是2、3千毫米的那种等级。对，所以它们的生长环境，第一个是潮湿，第二个呢，光线是散射的，可以想象可能有树荫挡住它们的阳光，有时候有太阳直射，有时候没有。那基本上呢，比较长的时间是太阳没有直射的情况。那白鹤玉呢，这个植物呢，其实主要是观叶植物。为什么它是观叶植物？它不是很容易开花吗？为什么是观叶植物啊？因为它的花其实没有叶子来的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特色，就是呢，其实它的叶子是非常有一种椭圆形，然后叶尖是尖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然后摸起来也非常的好摸。另外呢，大家可能也会以为它的花是外面这一个白色的，但其实这个是假的花。它的花呢其实是里面这个，它外面这一个呢是佛焰苞，它叫佛焰苞，然后里面这一根肥肥，然后长长，然后白色，然后有很多一点一点，有一点密集恐惧症的这个东西呢是它的真正的花，所以说白色这个是它的假花，为了它开花的这一个花呢而去变态出来的一种花，一种叶子，所以它是假花。它是真的叶子，但是是假的花。开花的时候呢，也会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开了，因为就是它的叶子一定就是会变成这种白色的颜色。它刚开始盛开的时候呢，会是这种白色的叶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如果说它快要凋谢了的话呢，它的这个白色的假花，也就是真的叶子，会变成绿色的，然后会变得越来越绿。最后呢，就不再变白，然后就凋谢了这样子。那它开花的季节呢，主要是春天的，然后到冬天之前，所以基本上一整年呢，除了冬天之外呢，都可以看到白鹤玉的花。那这在室内来说呢，容易开花的植物，这算是花期蛮长的一个植物，然后另外又好照顾。好照顾的原因是因为呢，它开花的时间跟它照顾起来，跟一般的开花植物比起来，一般的开花植物呢，可能需要
很长的直射光，很长的可能半日照、全日照的环境。但白鹤玉呢，就是非常适合养在室内也可以开花的一个植物。白鹤玉的浇水的部分，白鹤玉浇水的话呢，它其实是喜欢比较湿润的土壤，也就是说，它虽然你见干见湿也没有关系，更喜欢你在它完全干透之前呢再浇水。那另外呢，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浇白鹤玉的话，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白鹤玉它自己会告诉你，缺水，它需要水的话，它就是会直接，它是不演的那一种，它就是会直接把它的叶子垂下给你看，说哦，我现在很渴，快点浇水。那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再帮它浇水呢，也都还来得及。其实不用太担心，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浇水，它其实2、3天在那边，它其实也还 OK。所以它就垂在那边，然后你浇水之后，它会在1天之内又恢复它叶子这个挺拔的状态。那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例如说，一般来说，我们室内植物都是放在同一个定点嘛，让你去观赏啊，或者是说让植物适应那个环境。所以如果说你第一次测说，哦，它开始叶子垂下来的时间可能是3天，那你可能就是大概2天的时候就可以去浇水，那你就知道说，哦，白鹤玉它每2天就要浇水。如果是夏天的话，你可以浇得更勤。例如说，如果夏天是2天浇的话，那你就是2天浇嘛。那你冬天的话呢，可能就会变成拉长是3天或者是4天再浇一次水。那因为就是到夏天跟冬天的温度不同，会导致那个水分的蒸发的速度有不一样。那就是根据季节再去做调整就好了。那基本上我在浇水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时候不小心浇太多了，它们还好啦，根系也发展的已经蛮健全的。那小苗的话呢，就是尽量不要过度的浇水，其实过度浇水比少浇水还要糟，因为过度的浇水的话，其实是它的根系会直接泡在那个水里面。你就想象你一直在海里面，然后你游泳游了很累了，但是你又一直无法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一直在水上，但是你又一直无法脱离水面。例如说，你可能想要去沙滩上，可能晒个太阳，然后可能喝杯饮料。当然，白鹤玉不能喝饮料，这就是当然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想要休息一下，然后不想要有积水在那里的话，少浇会比过度浇还要再好。如果说你浇了太多水的话，它可能会有浇边的情况。如果你浇太多水的话呢，可能会有这种浇边的情况，不知道看不看到，就是有点微浇边，一种它的边有点焦掉的感觉，就是微的浇边。如果浇太多水的话，有可能会这个样子，然后还有带一点焦边，然后再有点渐层黄色的那个样子。照顾上其实还算是蛮简单的，浇水的部分是这样。白鹤玉的配土呢，它喜欢疏松透气，但是同时它那个土壤又可以抓住更多的水分，所以说呢，在配土上面可以配更多的泥炭土，然后再加其他的石头类啊、珍珠石、蛭石啊，或者是多肉用土啊、椰纤椰块也都 OK， 或者是树皮。那泥炭的话比例会更高一点。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我的影片的话呢，就可以知道我之前的配方是怎么样。那我会再把影片连接放在资讯栏或者是上面哪里，在那个影片的前提之下呢，就泥炭的比例抓高一点。白鹤玉呢会更喜欢那样子的环境，它没有到完全喜欢土壤整个干掉。白鹤玉喜欢的光线呢是明亮的散射光，最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你的家里环境呢是中等强度的散射光，或者是低等强度的散射光，它也能够忍受那样子的环境，或者是它也可以适应那样子的环境。只不过呢，在中等或者是低等强度的散射光呢，在这个 range 下，它比较不容易开花。它开的花呢，就会比较小一点。这边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算是比较大一点的花了。哦，这边还有一个快要开花的小花苞，超级可爱。
如果说你是在中等或是低等强度的散射光底下的话呢，我之前有这样试过，那它基本上它是会开花，但是它开的花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可能是这边的1/2倍吧，然后数量也超少的。我那个时候好像就也顶多才开1朵吧，很低光的环境，但它就真的是就开超级小，然后超级少的花。如果说你是喜欢看它的开花，然后它的特别的这个白色的叶子的话呢，那么尽量把它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环境。明亮的散射光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你平常看书不用开灯，你也可以看书不会觉得眼睛痛的那个程度。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的这个白鹤玉，有一些呢是养在阳台的环境，也就是说呢，我那个阳台其实是没有遮阴，它其实是有部分遮阴，大概可能有一天有1-2个小时的直射光。当然有人说直射光对白鹤玉是不 OK 的，但其实我的白鹤玉呢，每天有1到3小时的直射光，它其实也是还 OK。那只是差别在说，我可能要更常去浇水，因为有直晒到它水分当然会蒸发的比较快。所以，其实，在直射光底下的话，你如果说有去训它，有让它慢慢的适应那个环境的话，它其实也是 OK 的。毕竟在野生环境下，它怎么可能每天都是跟我们室内一样，都是这种明亮的散射光？所以大家还是要看情况啦。如果说你的环境有一点有直射光，然后但是它就整个马上给你刮掉，那你就可能慢慢的把它推到你想要的环境，可能1个礼拜往前推一点点，再往前推一点点，这样子，让它去慢慢适应那个环境。好的，那这边的话是光线的部分，接下来有关环境的湿度。白鹤玉喜欢的环境呢是比较高湿度的环境，它原生环境的那样子的环境呢。但其实我发现它在室内的话，它的湿度其实不用像，比如说火鹤啊，或者是不会像竹玉啊，或者是那个蔓羽绒，跟的是火鹤那一些比起来呢，它其实湿度不用到这么高也没关系，我觉得可能大概40-50它就差不多了。那其他那些可能可能要60以上，60-70-80，竹玉可能要到80。所以呢，白鹤玉其实真的是以开花族来说，它湿度的要求真的是蛮不高的。在湿度上呢，我觉得在室内其实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说你认为你的环境湿度不够的话呢，你可以去买。第一个最简单的是加湿器啦，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常常在它的叶面喷水，也可以增加它的环境湿度。当然就是你要比较勤劳一点，这个开始我有这样做，但是后来就真的是太累了。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在它的附近放一些装水的水盘或者是水瓶，然后但是要开口大的，可以让它的水分蒸发，可以增加它的湿度。或者是最后一个呢，就是在白鹤玉附近加了一些朋友，出社会是要靠朋友，也没有啦，平常的话也是跟着朋友一起成长，一起长大。所以呢，在它旁边放一些其他的植物，让它们群聚在一起，那个湿度呢也会比较高一点。他们会彼此交换一些资讯，可能会聊天吗？还是之类的聊天，交换一些水分，交换一些湿度，我不知道，反正是制造一个微气候，让他们聚在一起，然后有一种凝聚的感觉，我们是一体的这样子，他们的那个湿度会比较高。讲完这些呢，那接下来就是施肥了。白鹤玉的施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它开花的季节的时候呢施肥，就是在它成长的时候呢给它施肥。那像是春天开始呢，到秋天，它都是生长的季节。只要热起来哈，那个白鹤玉它的施肥其实都是可以的。基本上，如果你要施易肥的话，可能就是1-2周一次易肥。平常的话，我是会施缓释肥，易肥的话就看心情。如果比较勤劳的话，就是大概1-2个礼拜就可以施。那缓释肥的话，大概就是3到6个月施肥这样子。那也不要施太多肥会肥伤。其实如果你平常施肥的话，不见得那种易肥一定要是用外面买的那种易肥。
其实也是可以用，例如说雨水，台湾雨水好像不太行。国外的话，有些人会用雨水啦。另外的话，如果家里有洗米的话，洗米水也 OK。那如果你有养鱼的鱼缸水也都 OK，那都是很营养的水。那这边是施肥的部分，那接下来讲一下那个白鹤鱼喜欢的温度。跟人一样，其实他们也有喜欢的温度，大概20到30度之间，这是他们最理想的生长的温度。基本上呢，在台湾有时候冬天可能会11、12、13、14，或者北部可能会更低。就只是在寒流来的时候呢，记得要再把它们放到室内。他们不喜欢低于10度的气温，低于10度的话，可能就会对他们造成有一些伤害。热的话，我觉得热对它倒是还好，超过30、32，有时候高雄这边真的很热，32、35，我都觉得它也都还好。它比较怕冷，它比较不怕热，所以这位朋友的话，如果要照顾它，尽量不要让它太冷。你们应该也有怕冷的朋友吧？那什么时候要换盆呢？白鹤鱼换盆的时机呢，其实基本上冬末春初是很好的时机，是在它的根系长满的这个盆子的时候。看一下这一盆有没有？其实它底下这边是有一些根已经整个是冒出来的，在这种它的根已经就是整个爆出来的情况，然后你再把它拉起来托盆看的时候呢，它如果说整个已经都长满了根系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它换盆的时候了。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如果说你在它的根系还没有发展健全的时候就换盆，因为它喜欢的土壤是有抓住水分的，你在这个情况下，它就根一直在水里面，然后它又无法呼吸，然后它也没有办法一直把那个水吸完，因为水太多了嘛，所以它就很容易会烂根。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换盆的时候就可以检查一下它的根系，就是整个是已经长出来，就是说哦，我要更大的盆子，然后它的根已经就整个是已经抓住那个土壤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换盆。那换盆的话，其实也不要换到太大，可能就是大个1-2寸就 OK，不要到非常大，这样对他来说，他其实会非常的难以驾驭未来的那个水分。在它的根系完全长满之后呢，再帮它换盆，然后换大概1到2寸的大小就 OK 了。那另外讲一下白鹤玉的品种，白鹤玉呢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它有从30-40公分的这种迷你品种，到会长到可能120公分的那种超大型的品种。那我现在呢，那种迷你品种，我在台湾其实现在没有找到，它就真的是非常小，可能大概这么小吧。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这种迷你品种的话呢，可以跟我说，因为它的样子基本上是跟市面上买到普遍的白鹤玉是一样的。这个白鹤玉呢，就是市面上大家看得到的白鹤玉，它的叶子呢不宽不细，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非常的白鹤玉。那它的叶尖呢是非常尖的这种形态，然后叶子开花呢是白色的，这个是最普通的白鹤玉的品种。另外呢，有一个跟它很像，但是真的是我觉得超级美，超级美，就大家可以入手这一种形态的。虽然说一般的这种就已经真的是超美的，就是你看这样子，每天这样摸，就是很疗愈。一般的品种是这样子，然后这一盆呢，我刚刚这边抱很久的这一盆，这盆是斑叶的白鹤玉。它每一个叶子的斑色都不一样，可以看到有一些其实它整个是全绿的啦，有些全绿，但是反正新抽出来的几乎都是有白绿相间，然后那个叶子真的是美到爆炸，真的是超级无敌美。看就是我觉得，而且它的开花的叶子又是白色的，所以就整个很搭，你知道吗？
就是它叶子是斑叶，然后花又是白色的，真的是美炸。所以我真的，如果大家喜欢百合玉，或者是还没有去买百合玉的人，斑叶的真的是买起来。市场上的斑叶真的就是比较贵，因为大家都是喜欢斑叶的，斑叶的数量也一般来说比较少。但是白鹤玉的斑叶就是一般的白鹤玉的价格再高一点，还算是容易入手啦。它的叶子你看，就真的是超级无敌漂亮，每一片叶子都给你满满的惊喜。期待新的叶子会是长怎么样？一般的有一般的美，就是一般这种高雅、翠绿、漂亮的这一种形态。那斑叶的话呢，就是有点像开惊喜包的感觉。每一片叶子都给你惊喜，看像这个，就真的超美。那斑叶的在照顾上有一个要再注意的地方，它在白色的地方呢会比较容易烂叶子。那烂叶子的情况是在于说，如果有水在这个叶子上的话呢，它会比较容易烂叶。那如果没有水的话，就比较还好。那基本上也是算好照顾的啦。那我在这边其实烂叶的情况也不多，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两叶吧。那因为白色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少叶绿素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白色的地方可能要更小心一点，更去努力的照顾它这样子。但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在照顾上是没有差太多了，就只是白色的地方可能有时候会少个一两片。叶子可能会烂掉这样子，还会再向你招手。那这边是斑叶的白鹤玉，超级美。另外还有一种是，看这个，看这个绿巨人，它叫绿巨人浩克白鹤玉。哦，没有，它叫绿巨人白鹤玉。为什么叫绿巨人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绿巨人，是因为英文的关系嘛？如果大家有查到什么消息，为什么是叫绿巨人？可以跟我说。那绿巨人的话，它最特别的就是它叶子真的是超级大，这个算是白鹤品种里面最大型的品种之一。它的价格呢，其实也算是还算便宜啊，没有到非常的贵，就其实跟这种的顶多再贵一点这样子。绿巨人的话呢，它真的就是叶子超级美，你可以看到叶子是跟这种的比起来，真是完全是大2、3倍。所以你去花市的话呢，是不是这样子的叶型啊？因为我之前有买的时候有差点误认，因为其实这种百合鱼啊，一般百合鱼它长大之后，它的叶子也是有可能会跟这个这么大，但是它们的形态其实不太一样。它的叶形呢是比较椭圆形一点。它的叶尖没有像一般白鹤玉一样这么尖，就是整个尖到不行。一般白鹤玉真的是尖到不行，超级超级无敌尖。绿巨人的话，它是比较圆润一点的叶子，所以在挑选上呢，其实可以去注意一下。那其实这两盆它们的差别看得出来是差很多。其他特点上就是因为它比较少开花，它的花呢比较难开。但因为我们白鹤玉主要是看叶子嘛，如果喜欢白鹤玉的叶子的话，尤其这种大叶放在各个空间呢，其实都非常的好看。然后它的叶子呢也非常的有态度，然后也非常圆润，就是整个超美。看它的叶脉的那个花纹啊，整个超流畅的，也超漂亮的。那只不过这个绿巨人的白鹤玉它比较难开花之外，就是因为叶子比较大嘛，所以它比较容易积灰尘。大家在叶子上可能要更常去清洁，可能帮它冲澡啊，或者是拿布时常在它的叶子上面擦一擦，这样的话它会活得更开心。不然的话，有积灰尘的地方它就比较难去行光合作用嘛，因为是被那个灰尘挡住了，所以最后一款是这个绿巨人白鹤玉。如果大家有知道什么其他的白鹤玉的品种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说。如果说大家有想要了解其他的植物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和我说。看完了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都有更了解白鹤玉。如果有种植的心得呢，也可以在底下和我说，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分享，让 YouTube 知道这部影片呢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别忘记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